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茶类的香水。那我相信对很多台湾人来说，茶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因为茶文化在台湾呢，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之一了。那虽然说，我对茶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我非常喜欢喝茶。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呢？我最近看到很多香水的牌子呢，陆陆续续都有推出不同类型的茶类香水，有红茶啦、绿茶、乌龙茶、伯爵茶，甚至是最近还蛮流行的马黛茶。马黛茶其实是一种盛行于南美洲人喝的茶，它本身会带有一点点的这种苦味，所以如果有马黛茶的这种香水啊，它本身都会带有一点点苦苦的感觉。那不管是什么茶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很想要去试试看吧。想知道今天我分享什么香水给大家吗？那就请你继续看下去吧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呢主要会和你分享任何有关于香水最新以及最有趣的内容，因此呢记得要订阅我，这样你也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讯息咯。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支宝格丽的大吉岭茶。这支香水虽然说它的香调里面没有明显的标示出有茶的味道，但是呢它用不同香调的融合去制造出这种好像有茶的味道的感觉。那我觉得它里面的这种茶味呢，比较像是那种还没有采收过的茶叶，就是你可以明显的闻到那种叶子的味道。那这支香水一开始呢，我觉得它的味道是还蛮刺鼻的，所以一开始的味道我觉得酒精味还蛮浓厚的诶。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你不要马上的去闻它，你让它等一下在你皮肤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再去闻它会比较舒服。那虽然说它前面的味道啊是还蛮刺鼻的，不过它到中后调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好闻，它会带出来那种很干净、很清新的味道。而且我觉得它的回头率啊跟记忆点都蛮高的诶，就是如果你穿这支香水啊，经过你身边的人，他们都能够记住这个味道，而且会觉得这个味道很特别。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支香水，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欢。接着这一瓶是来自于爱马仕的暗影菊彩星光。这支香水它不会带给你那种新鲜的茶叶感，我觉得它带给你更多的呢是那一种黑暗之中的孤独的感觉。它的味道呢一开始是有这种红茶的茶叶，还有乳香以及零陵香豆。一开始呢，我觉得红茶的味道倒是有这个感觉，然后它很快就会变成那一种像是水果软糖的感觉。我觉得这瓶香水是偏甜的，那它里面的甜呢，我觉得是来自于这种像是软糖的这种甜，反而不是这种红茶的香甜。我其实对这款香水呢，我觉得是还蛮失望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茶叶的味道啊，非常的短暂，一开始只出现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间，然后呢，很快就会变成那种水果软糖的味道啊，一直到最后了。我觉得这瓶香水除了它的瓶身是非常美之外呢，它的味道我觉得我是非常不推荐的。当然，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它的味道啦，因为每个人的鼻子不一样嘛，说不定你比较喜欢这一种茶类的味道呢。接着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Memo Paris 的香水，这个牌子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一点。它这个牌子虽然说比较小众，不过它很多香水呢，我都是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的，非常的棒。我之后会再拍影片呢，介绍他们家其他的香水。那今天我分享的这一支呢，叫做英莱茶柜。这里的英莱茶指的是缅甸的英莱湖这个地方，而不是欧洲的那个莱茵河哦，不一样的哦。那这个灵感呢，其实是作者到英莱湖这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呢，所带给他的回忆。那虽然说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啦，不过我看到照片，我就能够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宁静，然后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。那我觉得这支香水也能够带给你这种同样的氛围。
这支香水呢，一开始是以这个桂花作为它的开端。那我觉得它的桂花的味道啊，非常的明显哦。然后它还带有这种一丝丝的薄荷的味道。之后慢慢的，你可以闻到这个茶味啊，就出来了。那它这边的茶呢，是运用这个马黛茶。马黛茶虽然说它本身是会偏苦的，但是因为这支香水呢，里面有添加桂花的元素，所以它把这个茶味的苦感呢，就是降低了很多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这里面会有任何的苦味，它完全没有。它反而是这个桂花的甜呢，自始至终一直都在。讲白一点，我觉得这瓶香水就是桂花蜜茶的感觉。那我觉得这瓶香水呢，性价比其实不高，因为它里面的这个茶味呢，其实淡得很快的，你会感觉你好像有闻到这个茶味，不过呢，很快就淡去了。所以我觉得这瓶香水它的这个茶味的地方啊，是做的比较不足一点。不过它整体来说呢，还是非常的好闻。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清新啊，然后很温柔、有气质的味道的话，这支香水可以去试试看。接着这款香水，我觉得是今天我分享的这些香水当中啊，这个茶香还原度最高的一瓶哦。这支是来自 Coutu Paris 的济州岛茶，它的味道呢，一开始你就能够明显的闻到这一种非常新鲜的茶叶的味道。这味道真的好纯粹哦，非常的好闻诶。它感觉好像就是把你带到了一座茶园，然后呢，你看到那些茶农啊，去翻动那些茶叶，然后这个茶叶呢，散发出来那种干燥苦苦的味道。接着这个香气呢，慢慢的它就会转变成这种香甜的味道，就好像是把这些茶叶拿去热水冲泡。你可以闻到就是那种刚泡完热水之后的那些新鲜的茶香，就是它的味道是很醇厚的，而且还有一种回甘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整瓶香水啊，就是一杯茶诶，我真的很想把它喝下去诶，因为它的味道真的是太天然了，很纯粹的味道诶，我非常喜欢。最后一支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Le Labo 的红茶29。它的香调呢有月桂叶、无花果、红茶、雪松，还有烟草。那这支以红茶为主调的香水呢，我觉得它的茶香味啊是不明显的。我觉得它里面的茶带出来的感觉呢，比较像是那一种发酵过后的茶叶的味道，它就是带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感觉。它也有点像是刚泡完茶之后剩下的那些茶叶渣的味道。那这支香气呢，还带有这种烟草的感觉，我觉得能够带出来一个人的这种个性的味道。像我自己穿它在夏天使用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它里面这种发酵的味道，就是酸酸的感觉会比较明显。那如果我是在冷气房或者是下雨天使用的话，红茶的这种甜味会比较明显一点。对，这支整体来说呢，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试试看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香水内容。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茶香类的香水想不想了解更多呢？还是说大家有什么推荐的茶类香水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。那最后，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别忘记给我按个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